Hello， 朋友们，我今天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儿，就是我被台湾网友套路了。听我给大家好好分析一下，大家给我评评理，是不是这样？我上次离开台湾呢是7月底，我前脚刚离开台湾，后脚就陆续有台湾的观众跟我说：“关关呀，现在有这么2个竞赛，你可以把你的影片剪一剪呢，投上去，不仅有奖金，还会能让更多的朋友看到你。”哎，我一想，这等好事儿，我可以现成的影片剪一剪投上去啊。当然我投的时候呢，我本来没有想说要得奖啊，或者想要干什么，因为有太多优秀的博主了，我就想投上去，大家一起参与一个这个事儿也挺好。我参加的这2个竞赛呢，不仅有评委评选的1、2、3等奖啊，还有网络人气奖。从我投上去的那一天起，台湾的观众真的是让我大为震撼，他们这个投票的这个凝聚力啊，真的是吓到我了。每天玩命的给我投票啊，愣是给我冲到了人气1等奖的宝座。还有朋友把每天投票这件事儿贴在门上，每天不投票就出不了这个门。既然这2个竞赛我已经稳拿人气1等奖了，而且这2个竞赛11月份就颁奖了，那我是不是就要开始计划我下一次回台湾的旅程了？大家想一想这个事儿，我是不是被台湾观众套路了？当然，这种套路是非常幸福的被套路啊！再次感谢大家每天这么辛苦、这么努力的帮我投票，让我受宠若惊。那每次我们要出远门呢，其实要计划的事情非常多啊，像要妥善寄养壮壮和蓝精灵啊，还有要办一些文件啊，以及考虑我这户外的这些植物怎么能让它们死亡率低一点呀？那我今天呢的任务就是要给我种下去的苦瓜，现在已经发芽了，长得还不错，搭上架子，希望我回来的时候能吃上现成的苦瓜。虽然之前有朋友说这苦瓜是热带蔬菜，只能在夏天种，过不了冬的，但是有希望总是好的嘛。我这对于种植方面，我真的是越挫越勇。我突然看到了这个，给大家展示一下，富贵特别得意的我们家的一个艺术品，说是从哪个艺术家那儿买的。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前几天我朋友的小孩，一个7、8岁的小孩来我们家，说：“阿姨，你这边为什么摆了一座山？”然后我跟他说，这是世界知名山峰，将来你也想要去征服它。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苦瓜，长势喜人呐！这苦瓜长得好快，和我上次干什么呀，小壮壮？先让大家看看啊！你踩到我的苦瓜了！哎呀，还没等过冬就被你们踩死了。笑话胡来，蓝精灵，你现在挺厉害。你昨天你干什么丢人事儿了？啊？我们家不是种了2根树棍的仙人掌吗？然后昨天居然开花了。看这个仙人掌，它一到白天，它这个花就收起来了。然后富贵昨天还给我拍了一个就它开花的视频，花开的特别漂亮，特别大。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好几个花骨朵，1个、2个、3个、4个。给大家讲讲蓝精灵昨天干的丢人的事儿吧。我们之前寄养狗狗的家庭特别好，但是那小姑娘这1个月不在 Vegas， 所以我们就要重新再找寄养家庭。我们千挑万选了一个，昨天就想着说带着狗狗去看一下，因为他们家呢有2只大狗，我怕就是蓝精灵和他们相处不来，因为蓝精灵这个法斗吧本身就是出了家门就没朋友的那一种狗，因为他们没有尾巴，你要不懂法斗这种狗的话，你是看不出来他们的这个心理活动是什么样的。尤其呢他们出场方式就会让其他的狗觉得在找事儿，经常会容易打架，他们就不太会交朋友。然后呢如果真打起来呢，他们战斗力又比较弱，就光是气势上吓人，但是呢其实真打起来他们是地包天，咬也咬不住人家，就很容易吃亏，就有点像我的酒量，气势上压倒你，但是实力其实不行哈。他们家呢做寄养做很多年了，所以他们家狗其实对于其他的小狗啊找事儿的狗啊已经见惯不惯了。他们虽然是大狗，但是对其他小狗呢还是比较友善的。所以我昨天就说带着他们俩呢去熟悉一下，看看会不会有问题，毕竟要寄养1个月嘛，我不敢让他们直接就是面对面嘛，就是让他们隔着后院那个门先交流一下。这个蓝精灵啊就在远远的就看着那个门里边有2只狗，但是因为是很远很远的看着那2只狗，所以他没有办法目测到这个狗是多大，他的这个盛气凌人的这个性格就出来了，就准备要往前冲。那我一想说，那他
既然有那个门挡着，我就不如把绳放开，让它冲过去。反正他们家狗也出不来嘛。把狗绳放开以后，蓝精灵像发射导弹一样，嗖就发过去了，你知道吗？那毛还是炸着的，就感觉就是妈的，老娘又去干仗。结果呢，他越跑越觉得这事儿不对，离着越近越觉得这事儿不对。一只大金毛，一只大哈士奇，越来越近就越来越大。等他冲到跟前的时候，就发现我靠，这俩狗怎么这么大呀？他既然已经冲过去了，这俩狗也特激动，你知道吗？然后你知道大狗叫起来就是从丹田出气啊，嗷一声。然后蓝精灵本来还是那种就是特凶，就老娘要去干架，然后被那狗吼了一声以后，立马变成踮脚脚的小少女，就那种。本来是那种就是那种泼妇冲上去，然后立马到跟前以后就变成了那种就趴在门上踮脚脚的那种，就是毛也不炸了，然后也不叫了，然后那个面部表情你都看出来，就是我好甜美，我想和你做朋友。壮壮呢，他就是完全无所谓，就你不管周围有多少狗啊，有多少有什么有狗有猫有鸡有鸭，他都表现出一个 I don't care， 只要我只喜欢和人玩。但是这个蓝精灵真的是猴精的，他们狗狗之间交流可能也是能感受到，就是这只狗好欺负，那只狗弱，那只狗厉害。你要真是碰上那种就是好欺负的狗啊，蓝精灵哇天呐，那叫一个耀武扬威，那叫一个厉害。真碰上个啊要能干仗的，比他势力大的，比他体型大的，呵，人家那甜美的。经过这次见面，我就放心的把他们俩放在这家，能看出来这两只大狗呢，就是它是非常有威慑感的，但是又没有那种就是攻击性，它们情绪其实是非常稳定的，只需要丹田一声吼就能让蓝精灵立正。蓝精灵，你昨天脸变得好快啊，你记不记得啊？从泼妇变小可爱只需0.5秒。蓝精灵，这1个月让你接受一下社会的毒打，你也就敢在壮壮面前厉害了，让你知道这世界上是有大狗的。看你现在咧个大嘴。买了这么多架子，咱也不知道买的对不对，我也是第一次搭架子。哦，你还真的买木头的不行。买木头不行，它这个是可以直接插地里，直接插到土里，就简单一点。他自己怎么知道能往上爬呀？我打电话告诉他，他现在还不能爬，他现在还太小，但是等他稍微长高一点，他会出那个须须，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活就靠他们造化。你说咱回来的时候能吃上苦瓜吗？能。我为啥整天越挫越勇？就是有一个富贵儿，天天觉得这也行那也行，但是其实我们俩要技术没技术，要知识没知识，就是这不用技术，有水就行。那不一定，那有些植物，有些蔬果是夏天的，有些是秋天播种，有些是春天播种。啊，有人留言说这个苦瓜冬天就死翘翘了。对啊，但是我这种子已经播下了呀。没关系，Vegas 的冬天没有特别冷。这几个简易的架子就搭好了，后续就看他们造化了。那边还有几个种在盆里的，我也给它搭上架。这边这个盆呢，它只有这边有水可以浇水，拉的长线儿，所以我就得把它架在这儿。把它架在这儿呢，但是这个植物就得修剪一下。快，怎么这么粗啊？不是，你别挑那粗根啊，这都粗根，都粗啊。都粗啊。剪了不行了，剪了吗？太钝了。车库还有一个剪的呢，是吗？那个可能行，这个长锈了可能是。这样，要给它留出点生长余地。架子搭完了，哎，怎么的了，精灵？啊，这边这个架子搭完了，你看看这个茉莉，它
虽然已经有点败了啊，但是这个茉莉花还是非常香。茉莉花真的好香啊！还有新的，这儿好多个。蓝精灵，你怎么的？你咋的？蓝精灵，你怎么了？呵。给大家看我们家壮壮和蓝精灵跑起来，一个外八字儿，一个罗圈腿。蓝精灵，壮壮，壮壮来，壮壮。我这点农活干完了，给我们家狗累够呛，跑这2步，他们俩在这喘的哟。我准备做心理建设，要开始收拾行李了。收拾行李真的是最难的，每次是最难的。Hello， 大家好！距离我们第一次去台湾已经1年了，所以我们的国际驾照已经过期了。今天呢，我们就要再重新去办国际驾照。其实，在美国办国际驾照特别简单啊，无非就是去 AAA 或者去 NAC， 这2个都是汽车俱乐部。那这个 AAA 也是卖保险的。我们上次呢就是在这个 AAA 办的。你可以在网上去填一个表递交申请，但是它时间会比较久。其实直接去他们的这个门市 AAA 的门市，你拿着你的驾照。就是本地的驾照，还有2张2×2的护照照片，还有20块钱就能去办，当下就能给你办下来。那这个国际驾照，不管是在哪个地方呢，它都是需要和本地的这个驾照一起去用的，就它不能单独使用哈。有些地方呢，它是不需要用国际驾照，就是本地的驾照就可以通用。但是像台湾呢，它就是必须要有国际驾照混合着这个本地的这个美国驾照来用。那美国的这驾照，在台湾有些州它是不承认的，具体哪些州不承认我也不知道，应该都是那些比较奇怪的州吧。所以有需要去台湾旅行的朋友，在办国际驾照之前，一定要先查好你所在本地的这个州的驾照，台湾承不承认。那我们呢，现在先去打印我们的这个护照照片啊。我们家这个打印机也许是年代太久远了，就是富贵今天尝试了好几次，打的要不然就大，要不然就小，所以我们就去外边打印。这个打印照片也特别简单，去 CVS 就是当本地的这个药房、药局去打印就行，它有一个专门的机器，摁吧2下就能打印出来。所以第一步，先去打印照片。申请国际驾照啊，我刚才忘记说了，可以提前在网上打印这个表填好，然后它就是这个签好字，20块钱，2个 passport photo， 还有 US driver's license。CVS 就是大型连锁药房，然后里边还有各种日用品啊、零食啊、生活用品啊，就这种。照片是在这边打，用这个机器就可以直接打印。在 CVS 打印这个就是几秒钟，按板就能打印出来这个快速洗照片。我们打了4张2×2的照片，花了36.83块美金。然后当然还可以选就是几个小时出片，那个就便宜一点。只要几秒钟出片的话，就是36.83块，4张照片。还给裁成2×2。这 CVS 裁照片啊，裁照片，他怎么就不能动动脑子呢？就我这不打印出来4张照片吗？然后我的那个照片不知道为什么他给我裁的就脑袋切到这儿，没有头皮。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我为啥没头皮啊？他说我这是按照那个比例来的。我说你按照比例来，你就宁愿把我下边不要，你也别给我没有头皮。他说哦这样吗？那我再重新给你打一份，不要钱。然后又给我免费重新打了一份，重新裁的。你说他裁的时候怎么就不能动动脑子呢？这人，
是不是哪有就是说把头给削掉的？你宁愿给我把这个下边就胸以上削掉点，也不能给我把头削没了呀。这个就是 Triple A 卖保险的，然后它里边也办 DMV 业务，现场就能办好国际驾照。来嘛，国际驾照办完了啊，我们另外一件事就是要把我的手机换成新手机，因为我的手机我觉得现在拍视频已经不足以满足我好好的拍我的美丽的景色、可爱的人了啊，所以今天去换新手机。又是我们的老朋友 T-Mobile 啊。我们本来想说看看其他的电话公司，有没有好的计划、好的 plan， 结果我们去问了几家，就是都不太好，尤其他们海外流量的这些计划其实不是特别好，还不如 T-Mobile， 就每个月有一个5个G 的免费的流量，虽然这5个G 啥都不够啊，但是苍蝇再小也是肉，哼。我们手机换回来，感觉半条命都没了，天都黑了。第一呢，就是旧的手机导到新的手机，导了4个小时，可能是因为我的手机里边东西太多了。我去之前我还删了删，还是4个小时。导完以后呢，我们就回家了，然后就一通忙活，照片呀、app 都已经导过来了，但是有很多 app 是要重新登录的。我就各种找密码、忘记密码、忘记用户名，各种找，啊，各种骚操作。然后好不容易把大部分的都已经搞定了，没想到卡在了 Line 上面。我本来以为它就像其他的 app 一样，就是我手机或者是账号登录，然后输入密码就行了。它不，它像这种从旧手机转移到新手机，它只有3种方法，一个是用电话号码登录，一个是用 Google 登录，还有一个是用什么登录，还有一个用什么登录，再就是用旧手机的2维码登录。旧手机呢，我 trade in 给 T-Mobile 了，没有了，我就没有办法。然后剩下这3个，我没有一个能行的。试了半天，我就试了，我和富贵都登录不上去了，他的账号也不行。我们2个就从回家就在这弄这个 Line， 就没弄好。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注册的时候就是用我的电话号码注册，用我美国的电话号码注册的。然后现在跟我说，就是它其中一个选项就是通过电话号码登录，不行，说找不到我这个电话号码。但是我只有这一个电话号码，所以就是很奇怪，很奇怪。该说不说呢，这个 T-Mobile 的 trade in 还是挺划算的啊。我们俩的旧手机，一个 Pro 一个 Pro Max， 如果 trade in 给苹果的话，就值400-500美元。然后我们现在 trade in 给 T-Mobile， 就是把手机给他，他就直接给我新的手机，我不用多付1分钱，只需要付一个税，就是消费税200来块钱的消费税就可以了，还是非常划算。我们对比了各大通讯公司，还是 T-Mobile 这个是最好，而且还给我们升级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电话的 plan。我们海外流量之前不是只有5个G 吗？现在升级到了15个G， 然后每个月的话费就多了不到10块钱。还是挺划算，虽然是15个G 也不多哈，但是等于每个月多了10块钱拿2个新手机。那这个合同呢是付2年，然后2年以后就再换新的手机就可以了，还是挺划算的。但是就是这个 Line 啊，真的是怎么这么难搞啊！所以我现在可能要重新注册一个 Line。我的下行程的这些笔记啊，要去什么干嘛，我姐妹们给我发的这些建议都在我的 Line 上面，都没有了。我昨天不就是说做一下心理建设，收拾行李吗？因为太懒了，没收拾。本来想着说今天换完手机，开开心心的今天收拾行李，结果今天这么一折腾，更没劲儿收拾了。我先去注册新的 Line 吧。我又回来吐槽 Line 了啊！我刚才不是说我要重新注册一个吗？我不尝试了。它其中有一项就是说通过Apple ID 去登录嘛，我登录了半天，他说找不到这个 ID， 那我重新用这个 Apple ID 重新注册一个。然后我注册的时候，他又跟我说该账户已存在。他到底想让我干什么？我登录的时候他跟我说没有这个账号，然后我重新注册的时候他又跟我说该账户已存在。刚才我发了个帖子求助大家这个 Line 怎么办。牛奶说可以用电脑版的 Line 登录，我一想这个是一个我没尝试的办法，是个好办法。因为我密码什么的都记得账户，我就用电脑下了一个电脑版的 Line， 然后登录。登录的时候又让我用手机来验证，但是我手机又登录不上去，现在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申请新的也不是，然后旧的也登录不上去。咱就说这个 Line 的这个 security 也太完善了吧？说
什么，比如说寄简讯啊，或者就是以其他方式去收这个验证码？没有，都没有。那您这个可能要打给美国那边的赖客服询问一下，因为我们确定的是你的账号在。账号是在的是吗？对，账号还在。但是现在问题点是在于说，因为你收不到验证码，那美国那边的赖我比较不确定，他可能需要就是要透过他们那边的客服去帮你收。太感谢你们了。你先试试看哈。好嘞，好嘞，好。去喝水，赶快去喝水。好，你慢点回家哈。替我谢谢小帅哥和小美女。拜拜，拜拜，谢谢，谢谢亲爱的，拜拜。刚才因为LINE登不上去，直播了一小会儿，向大家求救，然后又被大家感动到了，大家真的是使出浑身解数帮我啊！然后我收到了好多好多的私讯，还有留言，大家帮我找到链接，以及分享他们觉得有用的资讯，以及大家之前遇到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刚才我的好朋友米老鼠还特意跑去门市问专业的工作人员看看这个情况怎么办。2个工作人员也特别的有耐心，和我 FaceTime， 然后一步一步的帮我操作。虽然最后还是没有解决，因为我这是美国版本的 LINE， 就必须要找美国的客服来帮我解决。但是人家一看就看出原因来了。我根据大家给我发的私讯，我已经给那个美国客服发去了邮件了，我写了一大堆内容，没说到点儿上。人家小哥哥一看就说你现在你只需要跟他说你收不到验证码，你看看能不能让他们帮忙改成用电话号码收验证码。所以我明天就打算把这个事儿解决了，我不能辜负大家这么好心帮我，真的是好感动。再次感谢大家，每天我都在感谢大家，我这还没到台湾呢，都已经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Hello， 大家，我要为大家高歌一曲。今天是个好日子，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天事儿都能成。今天有3大好事儿跟大家汇报啊！经过2天2夜的不断沟通和尝试，我的 LINE 终于找回来了。再次感谢在这件事情上帮助过我的所有朋友。第2件事儿就是我终于收拾完了1个行李，虽然还有2个行李需要收拾，但是至少我踏出了第一步。第3件喜事儿就是我省了25万台币，这25万台币在台湾可是能干好多事儿呢啊！能买1万个阿正肉包，2000碗酸菜白肉面，600个花莲大西瓜，600箱黑金刚莲雾，50个大同电锅，半年的租车费用，以及2个月的5星级酒店的价钱啊！至于我怎么省的这25万台币，我们下期再说。